男友得绝症后被绑定了穿书系统，只有攻略 PO 文女主才有机会活下去。而我并不知道小说类型，一门心思默默等他，直到男友对我的嫌弃溢于言表，别的女生汗水都是草莓味的，你的汗怎么有点臭？可后来我也穿进了那本 PO 文，他却扔掉香香软软的女主，拼死求我多看他一眼。晚唐，等我完成了穿书任务，我们就结婚。傅东深情地看着我，信誓旦旦，你放心，书里的女人都是纸片人，做任务的工具而已。我深爱的只有你。他紧拥着我，臂膀结实有力。很难想象，1年前他还是个卧床不起的癌症晚期病人。傅东的父母早年离婚，各自组建了新的家庭，有了新的小孩。因此傅东确诊癌症晚期时，他们无暇照顾，只有我日复一日地陪在他身边，等待着几乎不可能发生的奇迹。但奇迹居然真的发生了。晚唐，我的病有救了，系统选中了我，这是傅东确诊后眼中第一次有了光。他告诉我，他绑定了一个穿书系统，只要成功攻略小说女主，就能在现实世界活下去。攻略小说女主吗？我心口一滞。看多了言情小说的我，当然知道攻略意味着什么，但在生死面前，我只希望傅东好好活下去。晚唐，别担心，我只会逢场作戏，绝不会做对不起你的事。傅东握住我的手，语气炽热坚定，只要我能活下来，绝不负你。我心中腾起暖意，灰暗的日子终于透进一束光。大胆去做吧，傅东，我信你。那时我是真的以为克服万难后，我们能在一起。傅东说，剧情不忙时他会抽空回来。起初他确实如他承诺的那样，每周1回，但随着他和女主相遇相知，与那个世界的交融越来越多，他回来的频率也逐渐降低。就像这回，我等了3个月才盼着他回来一次。你在书里是不是遇到了什么困难？被他拥在怀里时，我担忧地问。傅东很少跟我提那个世界的事，他说怕我会胡思乱想，因此他只是寥寥回了句，有点棘手，出现了好几个竞争对手。我好奇，你穿的那本书是什么类型呀？悬疑、仙侠、言情、科幻？傅东思索片刻，像是在斟酌字词，算是一个理想的乌托邦吧。听起来像是科幻，我想当然地说，要是我也能穿进书里帮你好了。傅东眼中闪过一丝不悦，声音也冷下来。你要是去了，咱俩就没法过了。为什么？我想趁机多了解那个世界。傅东却不愿再说，只低下头，落下细密的吻。我被他吻得意乱情迷，他的吻技似乎提高了不少。从哪里学的？我不愿想。傅东却突然停下来，皱了皱眉。你的汗为什么有点臭？什么？我被他突如其来的一句问懵了，下意识举起胳膊闻了闻，还好吧？为了跑回来见你，出了点薄汗。傅东失望地摇摇头，别的女生汗水都是草莓味的，你为什么不是呢？仿佛兜头一盆冷水浇下，我愣住了。我和傅东是彼此的初恋，可如今他提到了别的女生，那大概是那个小世界中的女生吧？你攻略的那个女主汗水是草莓味的。我紧紧盯着他，你尝过她的汗水？傅东一愣，矢口否认，怎么可能？我就是说，或许那是香水的味道，我路过时闻到的。我那么爱你，怎么可能碰别的女人？晚唐，你要信我。他急于解释，恳切地说了许多。可方才吻到我汗水时的嫌弃眼神，是做不得伪的。以你的氛围，终究是散了。漫长的沉默后，傅东手腕上的传送器亮了起来。剧情需要我该走了。下周你生日我再回来。傅东牵起我的手，温柔安抚。晚唐，你别多想，安心等我好不好？我看着他的眼睛，那双令我无数次心动的黑眸盈满了期待。我们有过那么多深刻的记忆，走过了那么多艰难的岁月，或许真的是我想多了吧。去吧，我等你。我故作轻松地笑了笑。傅东明显松了口气，晚唐真乖。然后他按下传送器，和过去的无数次一样，从我眼前瞬间消失。空荡荡的房间，又剩我自己，开始新一轮的等待。但生日那天，我并没有等到傅东，这只是他无数次没有兑现的承诺中普普通通的一次而已。攻略事关他的性命，我能理解。我独自一个人吹了蜡烛，吃了蛋糕，准备休息，却在这时听见了窗户被敲碎的声音。由于长期独居，我被人盯上了。在我生日这一晚，2个歹徒入室抢劫，我在混乱中被击中头部，倒了下去，血液汩汩流出。浑噩中，我听见了一个冰冷的机械音：恭喜你绑定了穿书系统，检测到你的生命值正在迅速流失，完成攻略任务就有机会起死回生。你是否要进入任务世界？我挣扎着问，是傅东所在的那个世界吗？没错，我曾经幻想过无数次陪傅东一起在小世界里闯荡，没想到机缘巧合下竟成了真。那么，我深吸一口气，坚定道：我要去。眼前白光一闪，我垂死的身体瞬间被注入能量，在急速的传送中腾飞。耳边传来系统的声音：欢迎来到 PO 文世界，你的身份 PO 文女主的闺蜜，你的任务
抢走 PO 文女主的男人，我的大脑被震得一片空白。PO 文世界，傅东所在的居然是 PO 文世界。我早该想到的，只有 PO 文女主的汗水才会甜美如草莓，而傅东作为 PO 文男主要攻略女主，恐怕不是柏拉图那么简单。我还没把脑袋里的乱码理清，身后突然传来一声娇细的嘤咛：“不要啊！我闺蜜还在旁边呢。”很显然，这个声音的主人就是这本 PO 文的女主柳青青，而我作为她的闺蜜，跟她合租了一个开间，被迫成为她和男主们 play 的一部分。一个低沉的男生恶劣地笑了笑：“有什么关系？这样不是更刺激吗？”我被拢在被子里，身体因为震惊不受控制地发抖。那个男生跟傅东的声音很像，可在我的记忆中，他温文有礼，从未有过这样放浪的语气。青青，想我了吗？别这样，副总。傅东曾告诉过我，他在小世界里是个总裁，不会这要巧吧？我带着一丝侥幸，缓缓拉开被子，对上傅东脸的那一刻，我看见了他无比惊恐的神情。他惊慌失措地想要起身，只听咔的一声，不出意外的话，傅东出意外了。我和柳青青拨打了120，将昏迷的傅东送到医院。全程柳青青都没怎么说话，她看上去毫无惊慌，也不见心疼，甚至有种事不关己的冷漠，这让我觉得奇怪。傅东不是 PO 文男主吗？两个人都如胶似漆了，难道他一点都不担心？这份疑惑在到达医院时得到解答。接应我们的医生名叫张磊，眉眼清俊，眼神沉着。自打柳青青出现，他就一直盯着他不放。他们认识。我正想问张医生是什么情况，他却先出了声：“不听话的小东西！”只见张医生一把钳住柳青青的下巴，眼中透出阴鸷：“青青，你背着我玩得够大呀！口口声声说要搬去和闺蜜一起住，实际上呢？”他冷笑：“不如我来给你检查检查身体。”柳青青被他按在墙上，红着眼挣扎：“不可以的，张医生，房间里还有2个人呢。”张磊，这样不是更刺激吗？听着这熟悉的台词，我悟了，看来傅东并不是这本 PO 文的唯一男主，怪不得上次他说出现了好几个竞争对手。对于柳青青，傅东大概只是众多的选择之一，真悲哀。不能这样，张医生！眼看张医生开始对柳青青动手动脚，我直接一脚踹过去。你们要搞事我不管，先把人救了再说。我拿出现实世界的经验，不然我向医院举报你。很意外的，被我搅黄了好事。柳青青竟悄悄松了口气，而张医生上下打量了我一番，轻蔑一笑：“举报？在这儿没听说过这种东西。”不过他还是去看了看傅东，撇嘴啧了一声：“青青，这男人没我厉害啊，哪能满足你？可惜了，居然没给他弄折了。躺几天，拿点药就行。”柳青青似乎急于离开房间，当即表示她去拿药。她走后没多久，张医生也离开了，病房里安静下来。直到这时，我才有机会好好梳理被背叛的心情。真荒谬啊！我的男友成了 PO 文男主，还被我当场抓奸。从前温文有礼的他，言行举止竟然变得粗鄙放浪。是这个世界改变了他吗？那穿进 PO 文的我，未来也会为了求生变成那样吗？似乎是为了回应我的疑问，昏迷已久的傅东缓缓睁开了眼。满堂，真的是你吗？傅东心虚地问。在我点头的一瞬间，他放大了瞳孔：“你怎么来了？不是说好你生日我回去吗？”“我的生日已经过了。”我冷冷提醒他。“你没来。”傅东的神色慢慢沉下去。“那你也不应该找过来。”他说。“你明知道我需要完成任务，你来了，我的攻略进度会受到影响。”听到他理直气壮的语气，我的心如同浑水中的泥沙，渐渐沉淀。“所以你是在责怪我吗？怪我撞破了你的好事？”傅东绷着下颌线：“我只是怕你看到我攻略别的女生，心里会难受。”他微蹙眉头，看上去担忧极了。这时我竟然有种想笑的感觉，又实在扯不出笑的表情。害怕我难受，你就选择欺骗。我看着他的眼睛，草莓味的 PO 文女主，很香吧？满堂。傅东惶急地伸出手，想要攥住我的腕，被我躲开了。他声音发紧：“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活下来跟你在一起，你怎么就不能理解我呢？”听着他的控诉，我的胸口像被压上了1000斤重的巨石，挣脱不开，无力呼救，将我紧紧箍在原地。过了很久，我才感到自己喉间的震动。傅东，你想活下来没有错，为了活下来去攻略 PO 文女主也没有错，但你不应该瞒着我，让我产生你和女主只是君子之交淡如水的错觉。你误导我，让我以为这里是科幻题材，是乌托邦，以为你和女主是并肩作战的战友关系。但事实上呢，你和她早就身体力行，不然你现在也不会这副样子躺在医院里。这番话大概让他想起了昏迷前的窘境。傅东的脸一瞬间涨得通红。你故意穿过来，就是为了破坏我的攻略进度？你就这么恨我，想让我死？他自知理亏，居然开始倒打一耙。我安静地看着他。傅东，你为什么来了这里呢？他咬着牙，因为我得了绝症，不来就是死。
那你有没有想过我是怎么来的？难道我想来就能来吗？傅东愣愣地望着我，眼神越发晦涩难辨。难道你在现实中快死了？如此浅显的逻辑，傅东见到我时竟然完全没想到。大概是我陪伴他太久，照顾他太久，让他以为我无坚不摧，无所不能。没错，就在你爽约的生日夜，我被入室抢劫的歹徒杀害了。我抬眸，努力扯出一个惨淡的笑。而那时，你正压着 PO 文女主，吻着她草莓味的汗水，说着放浪的话，并且截止到现在，你都没有对我表露出一丝歉意，只有指责。傅东眼底的情绪剧烈一震，连脸颊上的肌肉都在隐隐颤动。晚唐，我不知道。他语无伦次。今晚系统发布了任务，如果我不来，机会就给别人了。我只觉疲惫万分，挥手打断他的解释，不重要了，傅东。从今往后，我们各走各的路。你有选择活下去的权利，我理解，但我也有选择离开的权利，也希望你理解。我转身要走，傅东急切地想拉我，却扯动了伤处，再难动弹。他呜咽着重复：晚唐，那些都是逢场作戏，我爱的人只有你呀。我没有在说话，他只有一张爱我的嘴和100个不爱我的细节。我已经自欺欺人太久，是时候该放下了。如果我是你，绝不会选择和他分手。脑中突然响起了冰冷的机械音，是系统。如果不是他这时开口，我几乎已经忘了他的存在。怎么说？我问。系统的声音没有一丝起伏。别忘了你的任务是抢走 PO 文女主的男人，傅东就是你最好的攻略对象。我无动于衷。可如果攻略柳青青失败，傅东会死，他不会为我牺牲至此。但你们有感情基础，不是吗？不如大胆试一试，用身体诱惑他，让他为你沦陷，为你死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竟从系统平静无澜的声音中听出了一丝狡黠。冰冷的机械音像一个巨大的漩涡，吸引着我往下沉。试试吧 ，PO 文世界都是这样，这里不需要逻辑，不需要尊严，更不需要道德。放开你在现实世界的枷锁，沉湎于肉体的欢愉，多快活！我听得脑仁疼。打住！我说，你这个系统不正经啊！系统说，宿主，你要为自己的性命着想。如果攻略失败，你将会被彻底抹杀。想到现实中自己那具逐渐冷掉的身体，我心口一滞。但我还是坚持，那也是我的事。我穿过医院走廊，经过储藏室时，突然听见里面窸窸窣窣的声响。怪不得柳青青那么久还没回，原来是被张磊堵在了里面。毫不意外，我又听了一耳朵的黄色废料。青青，你真是不听话呀！是不是只有让你怀孕，你才会安分呢？我原本是想就这么走过去的。小说人物有自己的命运 ，PO 文女主要是享受被男人簇拥的感觉，我也犯不着改变人家。可在这一瞬间，我想起了救护车上柳青青事不关己的冷漠，还有被我搅黄好事时，她悄悄松了口气的神情。面对男人的侵略，她是飘忽的、温驯的、脆弱的。她不反抗，但也并不享受。这种反应或许源于骨子里的麻木，也或许是源于抵抗无果后的放弃与认命。但如果她真的不情愿呢？那些微小的细节在我脑中浮现，在大脑做出决断以前，我一脚踹开了储藏间的门。张磊的动作戛然而止。柳青青，我要回家了，你要不要跟我一起？我大着嗓门吆喝，才不管张磊会不会因此出意外。张磊方才沉醉的表情顿时僵硬起来，涌现出了怒气。青青今晚和我在一起，赶紧滚吧！我没问你，我问的是柳青青。我处在原地，一板一眼地问柳青青，要一起回家吗？柳青青双眸失神，有些不确定，又有些期待。你也可以直接回家吗？他被张磊搂住的肩膀微微发颤，像是在害怕。我心想，他真的享受吗？他每次娇羞喊出的不要，真的是欲拒还迎吗？我原本把这个世界的 PO 文女主当作 NPC 一样的存在，可如今看着她的眼睛，那双眼睛柔和如春水，却飘渺不定，像是笼着一层拨不开的雾，如同被一股莫名的力量困住了。旁边的张磊再度插嘴：青青，不许回去，你是我的，我今晚想要你。而我只是看着柳青青，认真地说，一切全凭你的意愿。你想回家，我就带你走；你想留下，我就自己离开。你只要回答，想不想跟我一起？柳青青咬紧了下唇，这样的决定对他来说似乎是陌生而迷茫的。他小心翼翼地看了张磊一眼，在对方不怀好意的目光下，终于颤声开了口：我想回家。好，我要的就是他的一个答案。我几步走进储藏室，牵起柳青青的手，那我们回家。肉眼可见地，张磊的表情扭曲了。想跑？不给我喂饱就想溜？长本事了！我告诉你，就算你要走，也得先让我尝尝甜头。我懒得听他的污言秽语，直接抬起手，一管麻药扎进他的身体。这是刚刚在病房里找到的，我不知会在 PO 文世界里遇见什么，提前收好用来防身。没想到这么快就用上了。张医生，你是上面下面长反了是吗？满嘴是粪，开黄腔的时候嘴那么脏，其他地方应该也干净不到哪去吧？真不怕遭报应得病啊！麻药没有立刻生效，张磊张牙舞爪，想过来抓我。
你个贱人，跟柳青青是一路货色，我今天非得把你们都弄哭不可。我一把将柳青青拉到身后，持续语言攻击。你爸妈没要求你让你家祖坟冒青烟，你也得给自己家积点德吧。天天脑子里就是些黄色废料，也不看看自己什么东西。张磊张了张嘴，瞪着眼想再说些什么，麻药却在这时生效了。他倒在了我脚边，我嫌弃地踹了他一脚。上不了台面的东西，柳青青全程目瞪口呆，居然还可以这样拒绝吗？当然，我说如果你不愿意，拒绝就要直截了当。如果对方纠缠，你就有权捍卫自己。柳青青懵懵懂懂地抬起头看我，那双清澈的眸子有些讶异，又有些恍然。然后他认真又温驯地说了句谢谢，我还没来得及回应，脑中便响起了冰冷的机械音。你这样是不行的，会扰乱这个世界的秩序。安静了许久的系统突然发出声音。哈，是吗？我在脑中反问。可是秩序不是用来帮人们维护权益的吗？为什么 PO 文世界的秩序要建立在伤害女性的基础上？系统冷静地揭示真相，这里的秩序是保护上位者的。在生理结构上，男性拥有绝对的权威。我听得心中恶寒，转头问柳青青，傅东和张磊对你动手动脚时，经过你允许了吗？没有。柳青青的声音像罩着一层雾。我有说过不要的，但他们不听，不光不听，还觉得是欲拒还迎。我有些愧疚，在刚穿来时，我也曾以为柳青青那一声声娇软的不要是一种助兴的情绪，却没有想到 PO 女主的人设如此，声音本就娇媚诱人，因此她的自我表达也理所当然地被忽略了。但这不该成为她被侵犯的理由。他们这样算是性骚扰了。我说你应该去报警。报警？柳青青眼中浮出一丝迷茫，这种事还可以报警吗？难道不是正常的吗？我差点忘了 PO 文里警察几乎没有出现过，就算出现也是因为别的事儿。这是个律法缺失的世界。我深吸一口气，谁告诉你这是正常的？所有人。柳青青垂下头，夜色在她身后渐渐围拢了，如同一张巨大的幕布将她包裹在里面，空气都像是闷绝窒息了。从小到大，身边所有人都告诉我，这样是理所当然的，应当荣幸的。男人喜欢你才会想碰你。他的神色很淡，看不出悲喜。得到别人的喜欢，这似乎应该是件好事，但我并不觉得开心。当那些男人的手触碰到我时，我只觉得恶心，可我不敢拒绝，那是不符合规则的。我问，什么规则？约定俗成的规则。他凝滞了片刻，喉间微微震动。女人要顺从，要听话，要甘做奴隶，满足男人的兴趣。男人开心了，就会和我春风一度，而我应该为此感到满足。柳青青睫毛轻颤，但很奇怪，我似乎天生就讨厌他们的触碰。我这样是不是有问题？霓虹在他身后一盏盏熄灭，唯留下皎洁的月光。他走在隐隐绰绰的月华中，清清淡淡，飘渺如水，仿佛稍微一用力就会碎掉。我心中莫名蹿起一团火。成长在这样的环境中，并非他所愿，可这个世界将所有的罪责归结于他，逼迫他忍气吞声，甚至将那些龌龊的手段美化成爱。在别的世界，攻略大多是攻心，但不知为何，所有穿越者进了 PO 文，就自动将攻略转成了强占身体，仿佛 PO 文人物不需要精神上的慰藉，只要在肉体上征服，就足以证明成功。如果不这样做，所有人都会告诉你，你错了。就连系统都不停在脑中蛊惑，放纵吧，打开吧，尊严不重要，沉湎欲望就能解决问题，但问题真的得到了解决吗？堕落是那么轻松，坚持却很难。无数包括傅东在内的穿越者们到了这里都变得龌龊放浪，又或是他们本就如此，只是在这里暴露了本性。不要自责，不要反思，不要害怕，错的是对方，不是你。我给他披上外衣，遮住他颈间的痕迹，不愿意就斩钉截铁地拒绝。不要觉得难为情，只有软柿子才会被捏。柳青青顿了顿，试探般地牵过我的手，眼底闪烁着一丝犹疑，但更多的是希冀。我真的可以吗？当然。我的眼眶酸涩得厉害，用力回握住他。我也会陪你一起。浓墨般的夜幕里，我们还有月光。后来柳青青告诉我，这是他成年以来最安宁的一夜，没有污秽的话语，男人的捍卫。茂密的绿叶被拂过的夜风带动，发出沙沙的轻响，只那么一阵，就融化在无限的静谧之中。跟柳青青待在一起后，我对这个世界有了更具体的认知。除了傅东和张磊，他身边还有形形色色奇怪的男性。出门买东西必被尾随，公交车上必遭咸猪手，就连待在家都会被送外卖的小哥轻薄几句。他身边的男人仿佛都被下半身支配，靠近他就目露痴迷。我真想成为一根针，缝上那些男人的眼和嘴。更糟糕的是在公司，我和柳青青在同一家公司上班，但在 PO 文世界里，工作、学习都无关紧要，只是促进剧情的辅助工具而已。所以无论柳青青多努力，在工作中做出了多少业绩，都不影响那群中年男人肆意对他开黄腔。工作中的项目对接，柳青青只是礼貌地说了声谢谢，男同事便自以为幽默地开黄腔，不客气，
肉偿就行。而柳青青对此习以为常，居然就这么忍了下去。我一个箭步冲上去，对他呀，这绝不能忍气吞声。听了我的话，方才还温温吞吞的柳青青顿时攥起小拳头，他浑身每个细胞好像都在思考如何去对，最后却还是支支吾吾，迈不出那一步。开黄腔的男同事见状，得意的一扬眉毛，青青都不急，你急什么？难道你也想肉偿？我直接上去甩他一巴掌。行呀，肉偿就肉偿，刚好我明天要去割痔疮，到时候切下来给你。男同事没想到我会动手，当场愣了。待反应过来，他的目光变得恶毒森寒，薄薄的两瓣唇吐出脓水。装什么呀？一看就是被玩过。我呵呵冷笑，怎么？你这么懂？看来被玩过不少。对方气得头顶冒烟。柳青青的事儿谁不知道啊？你是她闺蜜，也是一路货色，懂的都懂。你当然懂啊，你之前干这个的吗？你牙上有菜。我啧了一声，露出嫌弃的表情。对方沉默了，崩溃了，不停抠牙。而我带着柳青青回到工位，继续工作。这么一闹，周围那些黏糊糊的目光明显变少了。你好厉害，你能击退那些人呢？柳青青看我的目光已经带着崇拜。我笑着说，你也可以的。柳青青如雪似玉的脸上流露出失落，但我没你那么会说。我想了想，那么动手也行。当天下班后，我买了2根电棍，他一根，我一根，随身带着，天天使用。柳青青刚开始还担心激怒了男人会受到惩罚，但后来看我用后，她发现这些男人大多欺软怕硬，跟他们硬刚，他们反而不敢动手。柳青青仿佛发现了新大陆，挥舞着电棍，哼哼哈嘿，那双眼睛亮晶晶的，写满了兴奋。在第一次用电棍击退了公交车上的猥琐男后，她整个人容光焕发，向来温吞的表情里终于有了一丝锐气。原来我也有能力反抗的，她喃喃自语。这个世界没有教会她反抗，于是她只能在日复一日的自我怀疑中学会承受，学会漠然，学会假装自己不在乎。可一旦打开了一条缝，看见了自由，她便再也不想回到地狱。有我撑腰，柳青青开始对那些黏腻的目光勇敢说不，但这种反抗只能抵御 PO 文世界的路人。对于有钱有势的男主们，这份拒绝还不足以让他们退却。我们只过了几天轻松的日子，就遭遇了变故。傅东养好伤，回了公司，而他的身份是公司的总裁。晚唐在公司看见我，傅东皱紧了眉头，只片刻就转化为一种胜券在握的笃定。后悔分手了吧？回来找我了？这就对了嘛！你在这个世界人生地不熟，角色的基本盘也不好，有我在，会让你过得舒服许多。我不光是男主，还是这家公司的总裁。只要你……我冷冷打断他的自说自话，我不是来找你的，我在这里上班。这个角色的设置一直都在这家公司上班，只是之前戏份太少，一直作为背景板存在，连个正经的名字都没有。傅东也没注意，我穿来以后，角色戏份增加，这才变得鲜活起来。PO 文的世界就是如此草率，看似与现实生活别无二致，实际却是千疮百孔。因为主要剧情只有肉，无需构建完整的世界观，因此许多人物和场景只有在沾到男女主时才会被激活。你不是来跟我复合的？傅东似乎被我的话打击到，沉默了好一会儿，半晌他才再度开口：晚唐，如果你不是来帮我的，那我不能留你，我必须要考虑对柳青青的攻略进度，你的存在是阻碍。你被开除了，收拾收拾东西，明天不用来了。他就这么轻而易举剥夺了我在 PO 文世界的生计，我必须为自己争取补偿。开除我可以，那就按劳动法走 N+1。按照劳动合同，这个角色已经在公司工作了6年。傅东原本已经转身了，闻言讽刺地回过头，眼带嘲弄：于晚唐，你搞清楚，这里是 PO 文世界，别拿现实世界的那一套给我添堵。是吗？我笑笑，那我就更得试试了。经过这段时间的观察，我已经发现这个世界并非没有法律，只是没有被激活。因为 PO 文的世界观匮乏，所以基本设定都是照搬的现实世界。这意味着现实中有的机构和法律，这里也有，只是因为剧情实在太过单薄，几乎没有涉及，于是那些法律和机构就像背景板一样，被深深埋在欲望之下。在这样的设定下，男人们既能享受现代生活的便利，又能满足隐秘的私欲。怪不得傅东说这里是乌托邦，男人的乌托邦，女人的地狱。我开始搞事情，在傅东的公司，我是做财务的，恰好我在原世界也是个财务。对于财务管理、财务报表、审计报告，我都门清。之前这段时间，我已经发现公司多次在财务数据上作假，我沉住气，逐一整理。柳青青也积极行动，给我提供了不少资料。她是 PO 文女主，但也是业务骨干，接触了不少核心材料。PO 文世界不是没有法律吗？我偏要激活这些法律。我向纪检举报，傅东公司在争取科创基阶时，曾向官员行贿，给予回扣，属不正当竞争。我向科技局举报，傅东公司科技项目的申报资料，财务部分有造假。
我向公安机关举报傅东常年骚扰女下属，附上大量聊天记录、录音和物证。我向税务局举报公司偷逃税款。我向劳动仲裁提交申诉材料。我一通连环操作，不依不饶地要求各机构部门解决问题。反正我已经被开除，有的是时间。柳青青每次都陪我一起，她是女主，有她在的地方，人物和场景都会被激活。那些原本是背景板的机构工作人员被迫运转起来。PO 文里这些机构原本都处于闲置状态，哪经历过这事儿？一时间兵荒马乱，应接不暇。那些被忽略已久的法律渐渐浮出水面。系统终于沉不住气，再度出现：宿主，停止你无用的行为。你要明白，这是 PO 文世界，重点在肉，其他无关紧要。我问，那我要维护自己的权益怎么办？系统僵硬道：这些权益不是你说维护就能维护的。在 PO 文里，男女地位生来不平等，女人是容器，你再反抗也改变不了这一点。我笑了，我做这些从来不是为了改变这个世界，只是为了自己不被这个世界改变。这是我的坚持，你劝不了我。系统沉默片刻，退了一步。你要的补偿、金钱、权利，我都可以给你。我能让你在这个世界权钱双收，你想要多少男宠就有多少男宠，但你不能挑战 PO 文的秩序。此话一出，我笑得更灿烂了。系统啊，你一直在说服我沉溺欲望，融入 PO 文世界，到底是什么居心？我站在风中，心境澄明，说的话却笃定有力。傅东几乎已经完全融入 PO 文世界，也没见他攻略成功，重新回归现实。可见沉溺欲望这条路是行不通的。系统，你和你背后的势力想要的到底是什么呢？这一回，系统沉默得更久，良久，他扔下一句：扰乱 PO 文秩序是要付出代价的，便再没了声响。系统口中的代价到底是什么？没过太久，我就知道了答案。这天，我和柳青青走在维权回家的路上，傅东突然急急忙忙冲了上来。我以为他又来找柳青青，将人护在身后，没想到他却一把抓住我的手。晚唐，我们可以正大光明在一起了。系统更改任务了，你被升级为女2号，除了攻略 PO 文女主以外，攻略你也算完成任务。我一时没反应过来，什么？我也成了被攻略的对象？系统这是要将那些粘在柳青青身上的目光加诸到我身上，要我深陷泥沼，要我湮灭自尊，好认命的同意妥协。好狠的一步棋！晚唐，我们和好吧，只要我们双向奔赴，双方都可以活下来。傅东急切地拽我的手臂，眼中没有丝毫心虚，好像笃定我一定会回到他身边。是什么给了他这样的自信？大概是 PO 文男主当久了，他真的以为自己无所不能，想让女人哭就哭，想让女人笑就笑。他在这个世界是中心，是总裁，长相英俊，家财万贯，无数女 NPC 都会在他出现时尖叫高呼好帅好帅。除了久久无法攻下柳青青，他几乎在这里拥有一切。凭什么？于是我只说了一个字：滚。傅东不可思议地睁大了眼。然而他还没来得及说什么，其他收到任务的男主也纷纷涌了上来。张磊冲在前面，清俊的面容扭曲出一个猥琐的笑。今后你们姐妹俩我都要了，我选择一电棍砸下去。柳青青又补了一棍，男主们如同潮水般涌了过来，我们奋力反扑，来一个打一棍，来2个打一双。可是人太多了，女性的力量毕竟无法与男性抗衡。没过多久，我们2人的电棍便被夺走。几乎所有的 PO 文男主、男配、男路人都收到了新任务。他们攻略了柳青青那么久，始终得不到明确的回应。柳青青不懂得拒绝，但也没有情绪，久久无法攻下。但我不一样，我是一个新人，我代表着攻略成功的新希望。人人都想抢占先机，就算不为完成任务，也想享受新身体的刺激。一波又一波的男人涌来，眼中裹挟着肮脏的、恶臭的、黏腻的目光。那些令人作呕的眼神如沼泽般裹在我身上。他们志在必得，没想让我逃，我也没想逃。我想一次性磨灭这些恶臭男的念头，以绝后患。我直接发疯，路旁边就是一条臭水沟，我直接跳进去裹一圈，嘶吼，扭曲地往前爬，狰狞向前奔跑，摔倒在臭水沟，用手摇起臭污泥，无差别乱撒攻击。你们不是喜欢草莓味的身体吗？臭水沟味的怎么样？来呀，跑什么呀？一起来玩呀！男人们看得一愣一愣，疯狂闪躲。柳青青却兴奋了，她又发现了新大陆。当男人们发现我不是善茬，想要将柳青青拉入暗巷时，她愉悦地往臭水沟里一蹦。我们一起扭曲阴暗爬行，下腰蠕动爬行，像蜘蛛一样逼近他们，狂奔，流口水，阴暗的蠕动，翻滚，激烈的爬动，扭曲，痉挛，嘶吼，蠕动，分裂，走上岸，揪头发，抠鼻屎，扣眼珠子，爬上一棵树，像猴子一样啊吧啊吧，跳到水里，发出尖叫。我们没疯，男主们疯了。傅东绝望尖叫：你们到底在干什么？
女人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。你们是 P.O 文的女主女二，你们应该是草莓味的、水蜜桃味的、葡萄味的，再不济原味的也行啊。我们选择挖出臭泥，狂甩狂治，不分对象发疯攻击。刚才如狼似虎盯着我们的男人们，如今一哄而散，生怕沾上我们两个。草莓味的女主已经是过去式，如今我们是臭水沟女子组合。哈哈，身侧传来了一阵爽朗的笑声。我回过头，头一次看到柳青青毫无顾忌的开怀大笑，眼睛眯成一条缝，嘴咧得大大的，牙齿闪着光，一种富有感染力的放肆笑声。从前她的笑总是如云雾般飘渺，这一次却是实打实的开怀大笑，再无顾忌。她明明那么美，那么自由，却无数次压抑自己，把自己浓缩成一个欲言又止的逗号。是这个世界埋没了她。在这里，不管女性如何优秀，都会面临男人轻佻的侮辱。只有这样，才能让男人们拥有那种你看你被说的那么下贱，我就能比你强，我配你绰绰有余的感觉。仿佛只要沉溺在黄色废料当中，曾经遥不可及的女性就能变成他们的痉挛。他们幻想通过男性的工具就能轻松奴役女人的身心，以此补偿自己匮乏的内在。这种力量是短暂而虚弱的，就如同一盘散沙。但这便是 P.O 文的生存之道。我们偏不放纵这些龌龊，他们要脸，我们就互给彼此的脸。他们不要脸，我们就比他们还不要脸。女性的尊严从来不是面子和皮囊，而是见多识广的智慧，直面邪恶的勇气，善恶分明的是非观。这才是一个女性真正的尊严。轰！在柳青青放松肆意的笑声中，天空突然撕裂了一道口，整个世界如同被定住。恭喜你们攻略成功！系统的声音骤然响起，但不同于以往，这一回冰冷的机械音似乎有了些激动的人情味。怎么回事？柳青青还是第一次知道系统的存在，一脸茫然。再次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这个世界的系统，全称是人类进化鉴别系统。我的任务就是筛选那些未能进化完全的人类，淘汰他们。那些沉溺在原始欲望中无法自拔的人，与原始人并无显著区别，属于未能进化完全的残次品。人之所以为人，不仅在于其欲望，更在于智慧、勇气、品格、尊严。这是一场考验，通过考验的人能够得到继续活下去的机会。而沉溺于肉欲、缺乏自我、毫无是非观的人类将被现实世界淘汰，抹去意识，成为 P.O 文世界的傀儡 NPC。反正他们已经彻底被 P.O 文世界同化，再也不具备在现实世界生活的资格和能力。而你们二位通过了考验，现实世界的大门已经敞开，欢迎你们回来。柳青青的眼睛闪着光，清如水，亮如星。我也可以去吗？我本身似乎只是一个小说人物啊。系统温和地道，在艰险的环境中能够守住本心，以微薄之力抵抗世界。你的表现值得更加自由、更加广阔的人生。话音落下，一扇大门在我们面前徐徐打开，门的那边便是现实世界了。害怕吗？我问柳青青。门的那边不像这里只有单纯的肉欲，那里有健全的法律，相对平等的权利，但同时也会遇见更多艰难险阻，需要解决更多更复杂的难题。柳青青笑了笑，那笑容明媚张扬。我不怕艰难险阻，怕的是困于一隅，失去自我。他朝我伸出手，一如当初我在夜色中向他伸出手一样。走吧，晚唐。哪怕前路布满荆棘，只要拥有自由的表达、选择的权利，那便是我想要的未来。我转过头，最后看了一眼被抹去意识、成为背景 NPC 的傅东，然后牵起柳青青的手，朝那光芒万丈又布满荆棘的未来走去。我没有再回头，一蹶不后退。往事暗沉不可追，来日之路光明灿烂。现实世界，我们回来了。